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今天是大家万众期待的 iQOO Z10 Turbo Pro 加。你怎么证明 Turbo 加？你怎么证明它是iQOO Z10 Turbo？这个颜色好吧？只有这个颜色吗？好像不是 ，Z10 Turbo 加有着专属的颜色。你去年是不是这些机都长这样子？哎呀，差不多了，感觉还可以吧，这又不是很丑。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只有8000，看不出来。8000，并没有人期待吧？我觉得，反正我是没有任何期待吧。我今天用的还是红米 K80至尊啊。虽然这个 iQOO 是8000电池，我们只有7410，但是我觉得孰胜孰负还不好说，好吧？我觉得这个 iQOO， 你肯定输了。但是今天的天气对我不利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阴天。还有很多雾，而且待会儿可能还会下雨。众所周知呢，这个 iQOO 呢是会偷亮度的，它亮度可能会升不上来。谁说的？我所以给你偷亮度啊！今天这个天是对它有利的，所以我现在心里也没底儿了啊。你知道现在多少度吗？啊，现在25度。好吧。那么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关注。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测试吧。我们先去干嘛？打王者，吃饭。可以预料到气温很好呀，我们吃粉前就先放视频了，我们自己的4K 视频啊。来比一下亮度，来，可以看到的就是左边的这台红米啊，会亮一点。你怎么这种天气就开始偷了呢？这都阴天了，你这亮度肯定绝对不够用啊，废物 iQOO。阴天了肯定够啊，不够用，我这个就感觉都有点不太够了。你要我拍你干嘛呀？还有我进食过程。进食不是在下一个地方吗？哦，你下个地方是他进食啊？你怎么不吃啊？等会儿再吃。刚刚我们已经看了20分钟的视频了，现在准备开始打王者。然后两台手机我们看了一下，都是100%的电量啊，完全不带变化的。然后现在太阳是出来一点了，它云层过去了，但是依然是不是很大啊。我们就在露天的环境下打王者吧。两台手机呢都能开120帧加自定义最高的画质啊。很多亮，我这么亮，比亮多了。你也说了啊，锁一下，我开最高了，我把亮度开最高了，左边的iQOO亮度拉到最高了，还是没有右边的红米亮啊。啊，我都没有拉满。哎，你已经拉满降下来了，等一下，降下来了。我的肉眼还是感觉右边要高一点点吧，就这样吧，我觉得差距不大了已经。我红米自动亮度都比它亮啊，它都没有拉满的，废物 iQOO。够用吗？够用，现在真够用。我看你10分钟之后够不够用啊？今天就偷了，我就不知道出大太阳你怎么办。我们两台手机现在都是开1半音量啊，是 iQOO 的声音会大一点，所以我大，所以我红米就往上调一格，它大一点呗。肯定是我大呀。第一把王者荣耀5v5，我们打了13分钟，两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二把呢，我们把负载拉高一点，打开游戏相关的设置。红米我是打开了超级分辨率啊iQOO把采样率调到了高啊，开了一个游戏超分、游戏视角增强、4D 帧感，然后把操控设置全都拉高了。你怎么啥都没有啊？不需要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体验好就行。第二把王者荣耀5v5呢，我们打了13分钟，两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依然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我感觉我这红米它返回桌面会掉帧，是不是？是吧？直接60帧了，但桌面还是120的。啊，很正常，很正常。现在红米还有93的电啊。iQOO 也是93呢，我们才用了58分钟的手机呢。接下来两台手机我们就测一下信号吧。好的，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的视频了。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两台手机，它们现在亮度都是没有拉满的。但是 iQOO 这边呢，大概只有4/5的亮度。我们刚刚都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对，那我们现在来发送一下，两台手机都是5G A 的网络，来3、2、1点。我们是同时拍完的，然后他们都在导出啊。处理是一样的，两台手机。iQOO 先开始发送啊，好像要秒了。秒了。哦，红米很快，发的很快。但是现在屏幕亮度大家是可以看到是右边的红米要亮一点，我们来把iQOO拉高一点，是可以拉高的iQOO，红米也拉一下，拉到最高的时候还是左边的iQOO会亮度高一点啊。我们现在准备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两台手机我们的自动亮度又重新开关了一次，还是右边的红米，它的默认亮度是会高一点的。今天虽然没有太阳直射，但是其实环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亮的。好，我们现在来点击一下下载，3、2、1点。好，我们来看一下速度。哎呦，iQOO有10几兆哎！秒了呀，兄弟，你拿什么跟我比呀？广告也那么多，还没结束呢，对吧？我不知道狗叫什么。半场开香槟，哇，都20几兆，红米还快一点了，现在完了。不慌。不慌吗？慌不慌？现在还不慌。还不慌？我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哎呦，红米赶上来了，哇！卡住，直接卡住，漂亮。哇，漂亮，直接卡住了。红米先下完的，啊，就iQOO慢了3秒钟。
你开香槟开的挺早啊。不是3秒钟而已吗？现在我们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刷抖音啊。哎，开始刷啊！你看，爱酷已经出现几次那种加载了。爱酷感觉往上滑的过程有一点钝。对，没有红米这边丝滑啊。你看它有刚刚有那种黑色，你看这个，这是白色的呀。我们来快一点。啊，快一点的时候感觉两台手机差不太多了。但我爱酷这边你看老是有这种黑色的，就滑不动了。我们在最快速度。你这为什么能刷到那么多直播呀？你平时没少干呢啊，不说话就代表没做过是吧？最快的情况下，其实两台手机都有加载啊，但是爱酷这边真的好多那种黑色的加载的，你看好几个呢。我觉得联通是红米好一点啊。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刷抖音啊。这个亮度真的是右边的红米要高一些啊。来吧，按刷。哎，红米的电信这边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加载啊。你看它怎么不动啊？耶，现在视频太高清了吗？这么高清的吗？感觉电信的慢刷是红米要差一点啊。我们再加一点速啊。电信的话，爱酷这边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反倒是红米那边感觉问题比较大一点啊。好，你在最快，你看红米那边黑色多吧？爱酷这边虽然也有点加载问题，但是感觉整体比联通要好一点。好了，电信呢确实是红米要差一点的。有个人刚刚没吃饱，现在又去厕所吃了，我们等他一下吧。不是你说待会儿再吃吗？我不吃啊，我吃饱了。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导航了，两台手机都是90的电啊。看一下亮度在，左边是爱酷，还是右边的红米会稍微高一点啊。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吧？并且两台手机刚开始导航的定位都错了，我们是在道路的右侧，但是他们两台手机全都给我们定位到对面去了。我们又过了一个圆盘了，导航让我们往右边走，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传统稍微走错一下路啊。现在看一下两台手机，我是不小心的吗？哦，他是不小心，我是注意的。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位置啊，爱酷是对的，正好中间站台在这里。红米目前还没有反应，但是刚刚那一节我们走起来之后，红米的位置立马就对了，表现比爱酷好一点。那我稍微走一下，我觉得他肯定会对的。你是不是一动就对了？看起来并没有。对了对了，我往前走了20来米，爱酷就重新规划路线了，正好在这个星河路上。红米没有规划，我走了。你又走了？啊，对了，好吧。我们现在又拐了个弯啊，两台手机定位都是对的，还挺灵敏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团，哎呦，你这个红米的亮度是要高一些嘞，你看。非常够，而且它震荡的很灵敏。我走路的时候，它它拉满了，爱酷拉满了。是爱酷啊，红米还没有拉满。而且我走的时候，红米它会自动调的，我觉得亮度一直挺高的啊。暴打爱酷，爱酷就是你看，还有加载方面的问题。你没有啊？没有啊。哎，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变成2D？来，你看一下你那个2D 的问题还在不在？我已经变成2D 了。哎，你这个怎么没有显示啊？我本来就是2D 啊。那你3D。好，现在是3D，好，退出。好像变2D 了。都有这个问题，红米应该也有。你看看。啊，它现在变2D 了。哎，你是3D 啊？啊，还是3D？没变，红米没变。那你爱酷还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刚刚就在这里看见两台手机的美团，才1-2分钟左右吧，爱酷重新规划路线了，但还是让我去马路对面了。因为我们在这待了一会儿嘛，定位就跳到对面去了。哎，你还在虚空行走哎？你又走了？你又走了？别动了吗？你红米又在走了？哇，你爱酷没走吗？爱酷走不了啊。哦，爱酷在这个位置就没有。爱酷想让我掉头回去。还在走。你等会儿应该也要重新规划路线了。我们等一会儿，好吧，看他会走到什么时候。我们一直不管他会不会一直往前走啊？你看，他每次一跳就是2-3啊。你走了，人家有200多米了。一开始是900多哎。因为我们这个路线是一直在左边的呀，我感觉他会一直往前走啊。太厉害了，有点太夸张了。爱酷就在这里没有动啊。稳如老狗。哎呀，不管了，这个虚空行走，红米有点太夸张了，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吧。爱酷又重新规划路线了啊！他知道我在马路右侧了。哇，那直接就是对的嘞，这条路。我们刚刚在这又待了2-3分钟吧。我操，这么变态吗？这还说什么？我还在虚空行走呢。而且我现在又是3D 了，又不是2D 了。嗯，现在是3D 啊。
就还是3D 啊。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不看了吧。我红米是停留在这个红绿灯这里了，还挺智能的。它现在不虚空行走了。好，它已经走了300米了，我操！走吧。垃圾，拿什么跟我比呀？拿亮度跟你比。走起来之后，红米就恢复正常了，并且也是规划了一条往回走的路线啊，看它会不会继续规划成iQOO那样吧。iQOO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我们这节已经快走完了，红米中间它的定位是对的，但是一直没有规划路线，并且在最后的时候它是定位又跳回去了，跳对面去了。可能是我们往外走了一点吧，但是iQOO这个位置就是对的，因为我的路线就在这里。我们又多了一个路口，这个iQOO真的太厉害了，它本来规划路线在马路左侧的，你看从这开始重新规划路线的。在我们实时位置上了，非常的精准。红米不仅没给我规划，它的定位还是错的，显示我在马路对面，而且我过了那个红绿灯之后，它又出现了一点点虚空行走的问题啊。哎呦，又在走了。然后它就会走到这个红绿灯是吧？发现规律了。走起来红米的定位现在是对的，但是它依然没有给我规划路线啊。我们刚刚过了个马路啊，这个红米规划路线非常离谱啊，它让我从右边绕一圈，然后拐到对面去。你是不行哈，而且它现在的那个定位也是错的，我们是在右边的。你是不行啊！你行走啊！太逆天了。而且你走了1.7公里了，然后过了马路之后又在虚空行走了。iQOO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的稳呐。你也在虚空行走，你不要非常的稳了。哦，有一点点虚空行走吧。你也在走啊，哎，但是它不动了。啊，但是它规划的路线是我们这边啊，确实是。哎，又走了，又开始动了。动了1米，那我红米就上去调理了，虽然我觉得已经无可救药了，好吧。走起来定位对了，那有什么用呢？离开我们的调理点一会儿，这个红米就暴露了，现在定位又回去了。那你走对面啊，他按算你。哎，无语了，无话可说，被iQOO暴杀了今天。早上在那叫，还说打爆我。我们导航了37分钟来到目的地啊，整个导航过程中呢，红米的亮度表现不错，但是表现呢被iQOO暴杀了。只有亮度不错了。它的定位还是挺准的，但是出现了虚空行走的重大问题，而且你这个虚空行走非常明显啊！你这里走了2公里啊，它这里只有1.3公里啊，但是其他这个速度就很奇怪了，你这里为什么会有13公里每小时啊？最高时速？咱也不知道，它iQOO也有一点点虚空行走的问题。但是你这边是6公里啊。不过iQOO的步行导航它轨迹规划确实比后面要好很多。它规划了能有3、4次吧，非常的厉害。现在红米还有80的电啊，iQOO也是80的电，现在是正好是中午的12点，我们用了1小时54分钟手机。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厕所测一下信号吧。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啊，两台手机都是有环节自适应的，但是iQOO的这个要明显很多啊。现在两台手机都是联通4G 2格，我们现在打个电话，3、2、1点。好，都打不通。都GG了，哎，对方已阵营。iQOO先通了，但是也花了比较久的时间啊。红米怎么回事？再试一次好不好？通了。现在我们微信来发送一个表情啊，3、2、1点。完了呀，好差呀这信号。怎么说呢？iQOO 收到了红米发出来的。iQOO 这边好像都 OK 了。好吧。它没了，它信号没了。我操，联通直接无信号了。那红米记了呀？那你继续接下来的。但你发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 iQOO 这边收到了，你又有了。你其实已经发出来了，但是它收不用显示啊。我们已经进微博有一段时间了，两台手机都有点进不去啊。这个红米呢，它的信号一下有，一下没有的。iQOO 这边就是有信号，但是也刷不出来东西。怎么办呢？就都挺差的吧。这个抖音都是缓存的呀，下不出新的也。网络不稳定啊，iQOO。都没网，你看，那就这样了吧。你不要只是一个人吹啊。你想我帮你吹吗？快点给我吹一下好不好？你自己吹好不好？我不想给你吹。那你给我呀。我不想给你。你给我呀，你给我就自己吹了呀。给观众吹一下。你要吹一下吗？要不要？你自己吹吧。我们现在已经都切换到电信卡了，现在打个电话，3、2、1点。红米很快就通了都差不多吧。现在我们微信来发送3个表情啊，3、2、1点。
啊，其实都速度挺快的吧，但感觉红米这边要快一点。红米已经进了微博有一会儿了，这个红米呢好像把上一次刷新的图片加载出来一点了，爱酷这边就还是什么都刷不出来了。抖音一般，我们换抖音吧。但是两台手机都刷不出来呀，都是网络不稳定。然后你这个暂延迟点上来，还有就是他们的联通跟电信的微博跟抖音都不太行。那这个厕所呢，联通表现是爱酷好一点，电信的话呢，红米稍微好一点点吧，微博能勉强刷出来东西，但是他们的抖音都是下载不出来任何东西了。走吧，太热了。现在我们到这个地下车库，准备扫一下墙上的微信付款码，这个停车场的付款码。两台手机的联通全都是4G 网，来吧。哎，这个右边的红米已经自行放大了啊！来，3、2、1走。啊，其实扫到的速度差不多啊，进去也几乎一样。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啊。来，3、2、1走。哦，都放大了 ，OK， 但都扫不出来。你要干什么？你要干嘛？他已经开始往前走了。亮灯没用啊，亮灯没用啊，爱酷已经扫出来了啊，你红米真往前走了，啊，红米在这扫出来了，离了有1米多了。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二维码，3、2、1走，都扫不出来。你人，哎，爱酷扫出来了，哦，红米也扫出来了，慢一点，慢一些哦。现在两台手机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了，来，3、2、1走。哦，爱酷放大了，但是取景框那边几乎看不到这个二维码啊。都放大了，我往前吧。往前走吧，你从取景框那边能看到二维码吗？能看到，但是它扫不出来，都不行。得有光，要光才行。现在我们来打微信视频通话，现在是前置。这个前置的视野范围差距也太大了吧？大头照，什么意思啊？这个爱酷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这么近啊？而且这个 K80至尊它就是不会有那种麻麻赖赖的感觉啊，不像小米手机，还比较自然一点的。爱酷这边就还挺真实的吧，虽然说美颜效果没有红米这边明显啊，但是你这个也太近了吧？什么意思啊？直接切成2倍了。这个我无语了已经。你看这个视野范围真的差距太大了，这个爱酷，哎呦，太恐怖了。我们看后置吧，后置也是红米这边要稍微广一点啊，这个爱酷还是近了一点，清晰度上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吧，动一动，啊，都是卡卡的，那走吧。这个爱酷前置太近了，你是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完全不用，完全不用。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来到北城了，两台手机途中都没什么问题。现在他们俩都是74的电呢。现在都是那么大的阴天，也没有太阳，我们就不刷微博了，直接上拍照吧。甚至还有雾呢，烫吗？一点点温温热，怎么可能烫呢？好的，朋友们啊，我们准备来录像啊，但是它们的规格有一点差距啊。这个爱酷呢，最高是4K 60帧啊。它已经不能再往上选了，但是红米呢最高是可以选到8K 啊，但为了公平，我们就都用4K 60帧了啊。来吧，拍我们的小宝，他站那边了。今天虽然呢是这种阴天啊，并且雾气很重，但不代表不热啊。虽然气温呢显示只有26度，体感大概也就30度的样子，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汗啊，就确实很闷啊，这个天气。来吧，太阳现在就是在雾里的，所以呢也看不了眩光那些东西啊，都是他们的标准防抖啊。来了，从一开始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红米这边是要广一些的啊，都是4K 60帧啊。来吧，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了。哦，爱酷很明显的是这个人脸曝光啊，它人脸就显得特别的亮白啊。我现在慢慢的转圈。它这件衣服呢，其实是偏灰一点的啊。从这个屏幕上来看的话，是这个红米的比较接近于真实啊。爱酷这边可能是人脸曝光，所以它显得这边是带一点那种蓝紫色的感觉啊，不是特别自然。我现在站远一点，向它跑过去。我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肯定是红米这边的防抖要好一点的。我现在来跑着转圈。防抖我真的是觉得红米这边会稍微好一点，成片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啊。我再转过来拍拍你，你这个衣服其实是绿的，
那就是红米这边的这个颜色比较接近一点啊，但是红米这边又显得比较对比度很高的感觉啊。你这件衣服其实这个绿色没这么暗呢，感觉。那人脸的话，肯定是爱酷这边好看一点咯，就显得会白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画质还是红米会好一点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人脸上的细节吧，爱酷这边就显得不是很自然啊。我们刚刚录完了2分钟的4K 60帧的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屏幕上呢，左边的爱酷是要亮一点的，对吧？但是其实你按照真实的情况来看的话，肯定是红米这边的会比较真实啊。这个爱酷这个地板颜色都不对啊，这个地板其实是有一点泛黄绿的呀，它是会比较偏向于红米这边这个颜色啊。我现在来录制前置视频啊，这个规格上红米是高一点，它可以录1080P 60帧啊，但是爱酷最高只能30帧，所以只能迁就一下爱酷了。从这个屏幕上来看的话，这个爱酷把我人拍得非常红啊，然后红米拍的人很黄，我觉得都不怎么好看吧。但是红米的整个的画面是要广很多的，对，很明显。走一下，30帧防抖差不多吧，就那样吧。看不出来什么。然后今天也没有太阳，也看不了什么光，就简简单单录个视频吧。然后屏幕亮度的话，还是爱酷会高一点啊。这个红米就老毛病啊，就是一录像它的温控就很保守，就会很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比较凉快啊？它凉快这个亮度我觉得也是不够的，红米这个。你要说自然的话，肯定是红米这边自然一些。但是爱酷那边可能会好看一点，但是好红啊。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热，这两台手机呢，手拿着都感觉没有很多的温度啊，一点微微的发热吧。我们直接来拍人像了，还是拍我们小宝啊。1倍和2倍啊，这个爱酷呢是有1.5倍的，但是它也就是1倍、1.5倍和2倍了。红米就是1倍和2倍，那我们就拍1倍和2倍。红米这边还是没有那个实时的虚化啊，到了2倍的时候，这个红米就有了。爱酷这边还是把人拍的会比较白嫩一点啊，红米这边还是相对来说真实一点。再给你们2个拍个合影，好吧？能不能开心一点啊？你们每次合影为什么都这么不开心呢？为什么要开心呢？为什么不开心呢？你们2个合影还不开心呢？不想开心。我觉得还是红米的会比较真实一点啊。爱酷这边那个人真的显得挺假的。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准备来拍前置的人像模式啊。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红米还是会稍微广一点点啊，还是这种经典的伪人笑啊。我们换一个背景再来一张啊，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红米啊，它是有这个很明显的虚化的。但是爱酷这边是没有啊，还是这个角度啊，我们切换到这个前置的拍照模式啊，不用人像了，可以看到这个红米呢就缩到0.8倍了，看到没？我感觉我旁边站2个保镖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再来拍一张啊，3、2、1。刚刚看了一下那个人像的前置的成片啊，我感觉爱酷那个美颜好奇怪啊，就是对于男生来说，我感觉是有点奇怪的。那个嘴巴的颜色啊，因为一开始它是要我们选那个美颜模式，它默认就是经典啊，那我们就直接用了经典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拍一下照片了啊，这2个手机的拍照大家都懂的吧，就不用拍太多了啊。先拍一下这边的建筑，但是他们现在都是锁屏的。然后我看到一件事情，这个爱酷啊，短焦指纹好吧，超声波啊，爱酷这边呢是可以选影调的，我们还是用鲜明啊。今天这个天气阴天。然后有一些薄雾啊，至少他们2台都还有超广角吧？那个谁是没有超广角的？这是3 Turbo Pro。对，我现在从屏幕上来看的话，这个爱酷的屏幕还亮一点，它也就是今天这个天气吧，我觉得。我们热天测别的爱酷的时候，那个亮度都是夸掉啊。叫我赚到了呀！鲜明一下这个爱酷还是显得更鲜明一点，但是红米会比较真实一点啊。这个5倍我已经感觉他们俩算法痕迹太重了呀，那还是这个爱酷的算法痕迹更重一点啊。这2个手机居然都可以到20倍哎，我觉得他们的10倍都已经比较抽象了呀，他们居然还敢给20倍呢，来吧。你们既然给了，那我就拍吧。这个20倍，我感觉就是满满的算法痕迹呢。到时候大家成片看一下他们的算法谁更厉害一点啊？我现在看成片，我感觉都不太行啊。我们再拍一下身后的这个建筑啊，这一栋楼是不是没有什么进度啊？感觉没什么变化，就没什么变化，感觉它一直这个样子啊。爱酷从这个屏幕上看就显得灰暗的，虽然今天是个阴天，但是其实太阳也还是在的呀，但它只是被雾挡住了呀。红米这边是会更接近真实一点的啊。拍了一会儿之后，感觉这个红米的亮度也没有那么低了呀。老师爱图降下来了，它机身开始发热了。拍一个云雾中的塔吊，其实从这个取景框上，我觉得红米的10倍要好一点。我们再拍一下那边的长沙音乐厅啊。这边好像有个什么舞台，他们经常搞一些这种活动啊，喷泉也开了。这2台手机我就少说一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多好说的，因为他们毕竟都不是主打拍照的手机。我感觉今天这样对比下来，
蓝厂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我在整个的拍照过程中，我都觉得是红米的取景框要清楚一些，防抖两台手机没有很大的区别吧。但是他们都给20倍，我是觉得微微有点抽象的啊。现在红米的屏幕好亮啊，拍了这么久之后，红米的取景框也亮很多，对吧？我们打到1倍，看，是红米要亮一些吧？爱酷的亮度已经下来了呀，就是它时间一久就会这样嘛。啊，最后再拍一些绿植给大家看一下。最近不是立秋了吗？已经开始结果了啊！1倍和2倍，他们两台手机拍出来的颜色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从我的肉眼来看的话，其实是红米这边会比较真实一点啊，爱酷这边就显得比较灰暗整个颜色。爱酷手感还是好一点的，感觉会更轻一点，轻一点点好像，而且它会窄一点。这个红米也太宽了。你太宽了，说你太宽了，就感觉虽然没有太阳的直射，但是其实周围还是挺刺眼的。要不要刷一下微博？那我们就刷了5分钟吧。也不用散热了吧，就没有很热吧，拿手上。反正手机都有一点温温的。那直接来吧，直接来吧。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准备在这个比较亮的环境啊，但是没有太阳直射。其实太阳呢偶尔会出来一点点，它现在只是被薄雾挡住了这么一个状况啊。挺亮挺热的。对，现在很明显的感觉这个体感的温度是上升了的，大概有30度左右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初始的亮度呢，这个爱酷啊已经拉满了。红米还没有拉满，那我们就把它拉满，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很明显是右边的红米会稍微亮一点。那我们开始刷吧。两台手机刚刚拍完照，其实也没有很热，其实现在是有一点太阳的，不是特别大，但是是有的。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刷了大概1分钟了啊。从现在肉眼来看，这个亮度应该是左边的爱酷会高一点啊。还得是我赢了，你又赢了啊？赢麻了呀！那才1分钟，叫什么？天天开小米，1分钟你都坚持不住。我觉得红米它自己把亮度往下调了，我要看一下它自动亮度。啊，还是拉满的。别给它洗了。我们现在刷了大概2分钟多一点啊。这个右边的红米是又暗了吗？你看它亮度还是拉满的。现在刷了大概3分钟啊，还是左边的爱酷亮度会高一点啊。赢麻了，赢麻了！但是你那边确实加载是感觉差一点的。我已经赢了一半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赢了一半了。我们全程这个太阳呢，就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状态啊，被薄雾遮挡了一点点的。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刷了5分钟的微博啦，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亮度啊。我们肉眼看是左边的爱酷亮度还是会比右边的红米 K80至尊稍高一点。在今天这样一个没有特别明显的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啊，环境还是很亮的，是爱酷的亮度会高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啊，两台手机现在都是最高的亮度啊，已经拉不了了，可以看到吧？是爱酷的亮度会稍微高一点的啊，而且他们两台手机都没有锁帧，爱酷呢加载会稍微慢一点，但是红米的亮度会低一点啊。红米这个边框还是挺烫的，后盖还行吧。爱酷的屏幕稍微热一点点，后盖差不多吧，边框反正红米要烫很多。我们在这里项目做完之后，红米现在还有66的电啊。真我是67的电，真我吗？爱酷是67的电，现在是下午的1点50，我们用了2小时52分钟手机了。你是多爱真我？刚刚你还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它有没有增大亮度范围啊？真我太好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坐地铁吧，途中会刷信息流，现在先刷一下抖音呢。哎，我觉得大家看你的这个抖音应该也看腻了吧？怎么搞个花档？这什么意思啊？影响你观看了呗？真人君子也防吗？已经刷了10分钟抖音了，现在来换小红书啊。检查，看到了，很正常啊，再刷一下，很正常。刷了10分钟小红书了，现在改换淘宝，看看，很正常，很正常。嗯，我刚看到一个东西，这不是，有点。笑什么？我的天哪，这不是那谁吗？我们两个为什么站着？哎呀，有些人就比较懒，就想坐着。谁呀？是谁呀？谁呀？这是？我们刷完10分钟淘宝了，但是地铁还有那么久啊。我们再刷10分钟的微博。你在刷微博吗？我们已经从地铁站出来了，我们刷了40分钟的信息流啊。在过微光的时候，两台手机都出现了一定的加载问题。现在红米还有60的电，爱酷也是60。现在是下午的2点32分，我们用了3小时33分钟的手机呀。哎呀，我感觉太阳出来了，雾感觉散掉了，有点热了现在。
我们接下来整点东西吃吧，是了吗？看看麦当劳里有没有位置吧。麦当劳里人太多了，没有位置坐。看看那个盒马怎么样吧。我们准备金铲了，先看一下两台手机亮度，左边是爱酷，右边的红米要稍微亮一点，爱酷这边还是保守一点，调亮一点点，锁住吧。两台机器人的画质都能开得很高啊，至少都是120帧加至帧呐。红米甚至还能开144啊。你能开144吗？我没有144啊。但它是144的屏幕啊，可能是还没有适配吧。我不信你一进去有144。那你别管，反正我有。这把游戏打了快25分钟了，爱酷现在这显示只有60了。红米这里也是显示60。那你们怎么办？开性能模式吧。开完之后才是90啊。红米这里显示77、80。那你这还没有它高呢。你是狗吧？你给我玩的什么东西？你自己他妈第1名，我他妈只有32滴血了。你他妈的赌狗阵容要那么多血干嘛？你不是3星了吗？那你自己赌吧，我不跟你一起赌。你不是已经3星了，傻逼吧你？我们刚刚去拿吃的了，就他一个人在玩，你是在念什么呢？你的意思？他一直在质疑我的操作啊。但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不质疑你质疑谁呀？你还没死呢。能不能吃的呀？这把我们吃了。这把确实。我想吃了，我不管你们吃没吃，我想吃了。你不想吃？这开了游戏模式才没一会儿，也是60帧呢。现在我们在打仗也是60。你呢？垃圾爱酷啊！我红米是80多帧啊。66啊，51。我是第一位受害者，虽然进了决赛圈，掐了个烂分。那你自己玩早，老爸出门了，还在教。我给他的时候都已经3星卡特了，他这拿个第4，不能怪我吧？这把现在打了快40分钟啊！我感觉我的红米是要比 iQOO 流畅一点吧，你那个稳的60帧。但你最后这个亮度是没它高的啊。对，但是我这个游戏里面锁亮度，它还是会自己偷偷掉啊。途中我已经维持亮度好几次了，但它还是就会暗一点。我这个 iQOO 开了性能模式，它最后也是60帧，它机身确实是有一点热了。现在红米还有45的电，iQOO 是44的电。现在是下午的3点18分，我们用了4小时18分的手机啦。现在这些菜差不多就这些了，给大师拍下照吧。刚刚他们把2台手机给我啊，这个红米挺烫的嘞，我这个金属边框确实烫一些，有一点点握不太住啊，先放一下。iQOO就塑料边框嘛，就感觉背面也挺烫的。等一下再拍好不好？这个太烫了，我感觉。好的，刚刚我们用那个小电风扇给这2个手机稍微散了一下热，现在都不是很烫了。1倍拍全部的菜，2倍拍单个的菜啊，随便拍一下。红米还是感觉要稍微真实一点啊。这个 iQOO 的发色感觉有点奇怪啊，但是这也只是在取景器上看啊，最终的成片是不一定的。瞎的话，成片还是 iQOO 的比较真实一点啊。红米就还是一贯的饱和度有点高，在今天这个光线下，红米的照片显得有点偏黄啊。可是，在凉皮这一张就2极反转了，感觉 iQOO 的就偏黄一些了。不过在拍照体验上，我觉得还是红米的会好一点，感觉它的取景器要清楚一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看 Tim 在荒岛求生了。你为什么要搞这种地狱的东西？看下2台手机亮度啊。亮度的话是右边的红米要高一点的。那我把 iQOO 稍拉一点吧。iQOO 这个亮度真的不行的，为什么它会要我们切那个清晰度啊？我们看的都是4K 啊。哎呦，之前在 B 站看的都是1080的。OK。下面这个 iQOO 怎么缓冲了这么久啊？你看下面这个是28分钟，上面这是17分钟。它能显示别人正在购买什么东西，但是没有弹幕啊。它不是缓冲了10分钟吗？你点击刷新一下，看看。刷新了。好了。吃饭期间我们已经看了30分钟直播了。现在这个左边的iQOO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时间是没有右边的红米这么准的。看到没？差的是几秒钟的，等于是它中间还是卡了一下的。但是我们看的过程中，这个红米它亮度是稳不住的。我过程中已经给它拉高了2次了，但是它亮度是拉不上去的，所以我就把 iQOO 给它降低了。我现在手持这个红米，它的机身非常非常烫，因为我们今天看的是4K 的直播，可能发热比较严重吧。你要摸一下吗？我不摸，特别烫啊！我只能说。那你自己摸啊。我不摸，我不找死啊！现在红米还有35的电，而且很严重的掉帧啊，看到没有？看到了。我操，这30帧吗？这动画。iQOO 是39的电，现在是下午的3点59分，用了4小时57分钟手机。你这个怎么感觉iQOO掉不掉帧？iQOO没掉。你这个怎么比它要多这么多电了？今天第一次拉开差距了吧？就是厉害呀！你怎么说啊？它比我多快600毫安时，电比我多不很正常的吗？
这件事他表现不行啊。你怎么不说你是你前面那个太假了呢？接下来我们两台手机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记录一下穿南门口的过程，看看我一下你穿的过程是吧？看看我的爱出是不是还是暴杀他？为什么要用还啊？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上午是什么意思？哦，这样你还记得上午的事情？上午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得了。你刚刚的事情还记得吗？我也不知道。你看到他了吗？他这个衣服有点怪呀。是你刚才先的。是你先的好吧？明明你在前面。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你干的吧？你要干嘛？你干嘛？你要把他杀了？你干嘛呀？你说有没有可能别人就是想晒一下里面呢？并没有。我觉得也没有。走了不到14分钟到目的地了，左边还是爱兔。先看一下两台手机的起点。起点都别说了，好吧？谁都别说谁啊，谁也别讲谁。他更离谱吧？他都到马路的对面了啊！这个爱酷已经非常偏了啊！你这个上面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一个G突呢？一下去商场里是吧？不懂，反正起点也不对啊！你看，对他起点给我搞到这个地铁站那里了，这起点都很差劲啊，都挺差的。这是为什么有一个折返呀？爱兔啊，很奇怪啊，这个地方是不对的。但是进这个小巷子呢，是爱酷会好一点的。一开始红米有点偏上，怎么太偏了吧？从这个回头路的形状来看的话，是爱酷这边会精准一点啊。但是两条都交错了，其实我们是没有交错的。你没一脚在路上，红米穿完了，红米这一节就都差不太多吧，都不是特别好了。妈呀，这个小路是什么？哎，半斤八两吧，也差不多吧。标门口我觉得是爱酷好一点啊，因为它更靠近路一点。红米这边就稍微偏里一点了啊。这个两栋楼之间，这里很明显的是爱酷会好一点，因为它有很明显的接近90度的这种折角啊。红米这边就没有了。两栋之间红米稍好一点吧，因为这里我们是偏下走的，这个爱酷太靠上，而且穿的我。你现在爱酷的这个亮度不是特别高哦，又偷降是吧？这一节都还行啊，还挺准的，因为这里开始变开阔了嘛，到这个转弯的地方都偏了一点了。那就到最后这个最开阔的古潭街都有一点点偏了，整体爱酷稍微好一点点吧，红米也没差太多，它起点还好一点了。但这两台暴雨黄色预警，天津区啊，不是我们这里，这里是天津区啊，马上就不是，没事我们马上就走了。但是这两台的步行轨迹之路表现都是挺差劲的，我说实话，都一般般的。现在红米还有30的电量。哎呀，不行了，爱兔是35，现在是下午的4点27分，用了5小时17分钟手机了。但是你这个屏幕亮度确实有点低，偷出来了。阴天咒啊，阴天完全咒。阴天好，阴天快乐，好吧。接下来呢，我们两台手机就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途中会进入隧道。重点就是他们俩在隧道里面导航怎么样？你在抠什么呀？OK 了，朋友们，我们已经上车了。两台手机都有3D 车道级导航，它们的路线都是一样的呀。现在我们在最超级绿化带这一侧的车道，两台手机都是对的。我们看看这个右转表现怎么样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已经进入到隧道里了，两台手机的速度还挺接近的。但是左边这个爱酷是不是有点太暗了？感觉两台手机的进程稍微有点滞后。好的，我们已经在弧线上行驶了，他们俩还在直线上。我们的实时车道两台手机还是对的，但这个进程差了也有100米了。右边的红米目前是准一点的，因为现在岔路口就在我们前面了。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到岔路口了。红米当然有着往右的趋势，现在回到左面了。我们在岔路口里了，爱酷怎么不动了？哦，爱酷直接闪现过来了。我们要驶出隧道了，两台手机现在速度都是0了。哦，突然都快进了一下。那我们现在就要汇入到主路了。从隧道出来之后，两台手机表现又都还行了。现在我马上到目的地了。我们导航了24分钟，已经来到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中呢，红米的表现就会稍微好一点了。它在隧道岔路口的时候是识别出来了。这个爱酷呢，当时就是有点滞后啊，然后后面就闪现了一下。现在红米还有27的电，爱酷还有32的电。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42分钟手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打电话给凤翔，让他猜一下电量。Hello 啊，怎么说？已经告诉你了呀。我说直接莽一手，爱酷还剩40%，红米剩34%。爱酷是31，红米是27。今天压力这么大吗？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感觉比上次要差一点。感觉好像是差一点啊。他们今天进产山确实也是120的了，然后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直播看的是4K 呀。哦，那可能更耗电一点。但是今天整个环境的亮度就不是很高了。因为是阴天嘛，毕竟。好阴啊，今天。
比你还阴。什么叫比我还阴？我哪里阴了？我很阳光的好吗？我很阳光了。阳光少年又在健身是吧？包着包着。你什么时候去上班啊？上班快了啊，下周一就上班了呀。下周一上班了，好嘞好嘞好嘞。那行了，那你就继续练吧，练出12块腹肌啊，加油！12块吗？好了好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们找不到共享单车了，只能用支付宝扫一个付款码了。左边的爱酷啊，爱酷快哦，哎，红米这边卡了蛮久哦。再扫一个书艺店门口的二维码。哦，这一次红米快一点了。好的，朋友们，我们到达这个信号抽象且自带 BGM 的书艺烧仙草了啊！现在2台手机，左边的爱酷是联通的5G， 右边的红米是联通4G 网啊。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来，这是他们的自动亮度啊，因为已经开关过了。来，3、2、1点，啊，都在导出 OK。但这个陈麦太阳花真的很好喝，你收了他们多少钱啊？确实好喝啊，爱酷还是先导完的啊。哦，而且它发的也还快，这个5G 感觉是真的。红米也发的快，红米没有，红米没有发那么快。爱酷已经过半了，红米卡住了，秒了。因为红米到5G 了，看到没 ？OK， 爱酷发完了，红米到5G 不动了，看到没？你还觉得红米牛逼吗？红米牛逼啊！红米亮度确实牛逼，好吧？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今天我拍照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红米的这个握起来特别宽呢，确实挺宽的吧？这2个手机现在对比起来，爱酷还是比较细长一点啊。终于开始动了 ，OK， 又不动了。它这个信号就时有时无啊，慢好多，露线了 ，OK， 发完了。我们现在准备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这个爱酷现在是4G 网络，红米现在是5G 网络，但是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5G 有点问题了啊。2、1点，我们来看一下啊，完了，红米5G 有用，我们爱酷4G 也不差，好吧？红米6兆了，9兆，它马上就不行了。是的，红米马上就不行了。它下来快一半了。现在快不是真的快，哦，真的吗？那什么时候快才是真的快呢？看什么时候需要快。现在就需要快啊！抢完了怎么办？要跟你告白气球了。死亡气球了。哇，红米一直保持的至少是2兆以上速度，而且它可以飙到，你看现在是7兆、6兆，看到没？你这爱酷一直就是1兆左右啊。1兆左右挺好的，在这里。它下完了，你怎么说啊？啊，下完了，1/4都没有，1/4都没有，垃圾啊！但是现在红米已经下完了，对不对？爱酷依旧还是4G 网，1兆多啊，也就这个速度了，很稳定，太稳了。我们等下看打游戏，好吧？你不要唱嘛，录下来唱呀。唱什么啊？不是他在唱吗？气球啊！微笑在天上飞。你看亮度现在好像是差不太多的啊。那么第一把呢，我们就打王者荣耀10v10均衡模式。你把那些都关了吧？都关了。然后还是120帧加智力最高的画质啊，来吧。你也是吗？我也是呀，真傻逼呀！你在干嘛？瞎鸡巴秀！你刚才在干什么？发出什么动静啊？妈，走位躲到对面1万个级的。然后呢？死了没有？死掉了。你死掉那你说什么呢？废物服。那你还是没躲掉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哦，你是那个废物服是吧？我是他爹。废物射手11分钟就被人推了。废物辅助。废物射手。到底是谁废物？谁废物？看看见 MVP 3个字认不认识？不认识。那高手2个字你认识吗？这把游戏我们打了11分钟啊，然后红米的话帧率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10分钟的时候它出现了2次红色以及几次黄色。爱酷就是大混战的时候能到110帧左右啊，其他都还好。那么第2把王者荣耀10v10呢，我们就把游戏相关的设置打开，还是用均衡模式。你现在这个红米的亮度，我肉眼看感觉低很多啊，大家看一下啊，是左边的这个爱酷更高吧？给爷提上来。要不把壳摘了吧？要不把壳摘了？只在游戏里锁住。锁没有用，它会自己掉。那把壳摘了吧，都把壳摘了。一上来这个废物射手就被人阴了一波，把上招交了。什么意思啊？哎，我好卡呀，红米。你有多卡？你又怪手机卡了？黄色。就刚刚黄了一下。黄了一下。那跟他骂你那一下有没有什么关系？哎，锁90了。啊？哦，锁了，已经90帧了。1分钟都不到。哎，又黄了。太废物了吧！哎呀，你怎么说？爱酷120啊！哦呦，金属边框嘞，怎么办？金属边框不干爆他吗？怎么不说话了？汗流浃背了。被打死了。啊，这么多汗啊！啊，原来是汗，我还以为是尿呢。谁尿你头上了是吧？
那要开游戏模式啊？你干嘛呢？还我回到120了，别叫。你看，现在1分多钟的时候回到120了，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废物，回来等会儿还会掉的。你等下掉了，我看你怎么说啊我不。掉。我这红米网好卡呀，刚刚又460了好几次，打得我好不舒服啊。说了吧，你不稳定，你还不信？这把游戏3分钟的时候，它又90帧了，并且网络很差啊，经常会变黄变红，我操！这现在拍不了。它又到120了，它又到120了。哎，神经病啊，这个！哎，我能不能开性能模式？我感觉它有点问题啊它。现在是多少120啊，那你开什么？但是玩的很难受啊，那一会儿就给我锁90，然后网也特别长。真的废物，我们家 iQOO 太稳了，无论是网络还是帧率。我开了，好吧，我开了，我不管了。你要拆挂了是我吧？开挂了，我受不了。开游戏啊，我开一个性能模式。狂暴。对，那你网不正差了吗？不一定啊，肯定正差了。目前网络很稳定啊，帧率也有120。7比35了，你还不投降？为什么不投啊？我来 C。下路都推到招地了，你来 C，才6分钟，这怎么守啊？教教我好不好？3路招地没了，告诉我怎么守啊？你说呀，你告诉我怎么守啊？我来水。你怎么守啊？我操妈输了！这把游戏我们打了8分半就结束了，对面太厉害了。这个红米就是它均衡模式就90帧120帧会交替，很奇怪，但是它网络一直都很差啊。后面我是开了性能模式的。看不看见？又是 MVP 啊！守叫你守你。怎么守啊？你们除了电脑就会好的吗？后面机器太高了。 iQOO 的网络和帧率都没什么问题啊。那再来一把吧，这把太短了，这2把加起来20分钟。哎，我这把要不开个性能模式吧，毕竟这王者都没开过。换个辅助更好吧？他妈傻逼！菜逼不争我死得正快。找什么呀？一个人你还能活了？你能下路10个人，你们这把能打到那个终局之战吗？也不好说呀。为什么不好说啊？现在我们是10杠3，我们领先好多。第3把游戏我们已经打了6分多钟了，这次开了性能模式之后，红米的网络没有什么问题啊，并且帧率也很稳，所以呢，所以我4杠3啊 MVP 啊，那不跟他好多他妈废物合作。什么东西啊？我这个 iQOO 也没什么问题啊，我0杠1杠9怎么了？什么东西啊？刚刚在吵什么啊？没有吵啊，刚你们在吵啊？没有啊，你刚刚在吵？没有。我要调监控了，你别笑啊！你赶紧跳啊！又怎么了？你不是很强吗？你打波团就结束了。啊？我们结束了。怎么还咬手呢？不是咬手，你刚是咬什么呢？没有咬啊，你刚咬了呀？倒刺。什么意思？差30秒进入终局之战，被人推家了。打了13分多钟啊，红米这次表现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 iQOO 又是没有问题啊，非常好。现在红米只有8%的电了。iQOO 还有16的电啊，哟，现在怎么差这么多了？现在是下午的5点56分，今天已经有6小时40分钟手机了，我们的常规流程都已经全部走完了。怎么说？最后一把我们直接开铲，好吧？把他们电耗完。听说 iQOO 的最后1%也很牛，看你能不能到那个时候。不一定吧？怎么说？你摸一下呗，我觉得还行，就是有点这温度，但没有到烫。底下握得住，上面其实有点烫。iQOO没什么温度啊，都在里面吧感觉，但是表现也还可以了。那确实这个要凉快很多。那么最后我们就再来打一把金铲铲，开启性能模式，并且把游戏相关的设置也都打开啊。120帧加至臻的金铲铲。iQOO 这个游戏相关设置没什么可拉的，就为这视效增强。我们都是开的性能模式，iQOO 这就是稳稳的60。感觉有点偷，好吧这个。红米现在显示实时83帧啊，我们现在都是在选秀啊，界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红米的帧率是会比 iQOO 高一些。那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个续航是比较实打实一点的对啊，iQOO 那个就感觉有点我也实打实。实打实60帧实打呗。实。你怎么也开始查攻略了？什么意思啊？你今天喷别人，你今天真的开始查攻那略了？天看到了这阵容，感觉很强，实际强不强呢？不知道呢，正在试呢。高手，你今天就不查攻略了啊？不用查，我天天玩。天天玩啊？我玩端游的。了不起是吧？看不起玩手游的。也不是看不着，据说铲铲现在好多 bug 吧，我看别人直播都是卡 bug 玩。感觉无敌了，你的感觉无敌了呗？应该挺准的感觉。高手呢？那我也无敌了，我有艾克啊，你等会儿没电了，你还无敌？我都要充电。不得你充。你今天是因为这个就故意没有跟他换手机吗？他自己不想换手机的。你为什么不想换手机啊？我就喜欢用红米，我用别的品牌我都恶心。你自己用的什么手机啊？红米啊？你自己不是用的红米啊？是啊你用的什么呀？红米啊？红米的折叠屏是吧？对啊，红米啊。好好好。现在6点14，它会在30秒后进入极限续航模式啊。那你怎么办呢？进呐！
充电宝呢？怎么充电宝？不能用充电宝不准用充电宝。我的选秀，等一下，等我选完再进好吗？还是30秒，不得你选。看你还有多久？我操！完了！你不能进，你怎么点抢输了？你干嘛？太卡了，进去了吗？进去了。哦，你亮度现在变得好低了，现在用了6小时58分钟呀。进入了极限续航模式啊。iQOO 现在还有7%的电，哦 ，OK，充电宝都准备好了。怎么就拿好了？它这调油这些开不了了。设备温度过高，就反正你打的时间足够长，它总是不让你开的。确实是有点热现在。我这个极限续航模式里的金闪闪，这里设置还是120啊，但是它自动给我关掉了这个。这个很明显的是没有120帧了吧？对，但应该也不是60，我感觉我滑动棋子还是挺顺的。你这个就是60帧好吗？是吗？哎呀，能打就行了。红米提示马上就要关机了啊！还有14秒，7小时5分钟。此时iQOO还有4%。哦，好吧，就要插上了。就要插上了。哎呦，我操了，兄弟，我这把吃鸡了。你就吃鸡了？你们不都无敌了吗？肯定我吃。怎么有你吃了？到底谁吃谁啊？现在是6点22，7小时5分钟，就是这个时间加上43分钟。怎么大脑就过载了？实际时间加43分钟就是对的。已经过载了。我有点打不过他呀。什么东西啊？他不是在进吗？他刚进去。完了，心态崩了。你们不都无敌吗？我连胜要没了。哎，不对，我赢了。你又赢了。我把他打弱了。我挂机，不然我肯定赢了。啊，你又肯定赢了老。我这里2级我都没上去。快结束了，我现在iQOO只剩1%的电了。他们不是1%巨耐用吗？哎呀，算了吧。我说了，我吃了。你吃了什么啊？你赢了吗？我3星了，我3星4费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啊。你不刚刚不是赢了吗？张是张，现在是现在了。我3星太值了。还有20秒就要进微店精灵了。好，看一下。也就一般啊。一般啊，这个1%。7小时24分钟，今天。35分钟吧。我操，那就是比。我还有没有机会？你要干什么啊？我要追着3星4费。你这个7小时25不就比这个 K80至尊版多了20分钟的金闪闪啊？20分钟金闪闪其实负载还挺高的嘞。没戏了，直接投降吧。7小时25分钟，我就投了，把我的怪吓了，我让投了已经。真孬啊！那我们去外面总结吧。走吧。好了，先由我红米 K80至尊版来总结啊。今天它的亮屏时间是7小时5分钟。我对于今天这个续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的整个一天，它的太阳都没有很大，而且比较凉爽有风。我合理怀疑这个iQOO到时候大太阳下它的表现会变差哦。虽然它今天确实赢了我，但我不服。7小时25分钟。但我不服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载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高的。首先，王者荣耀跟金闪闪都开的是最高画质啊，毕竟我们今天看的是4K 的直播啊。而且我们后来还打了一把120帧的金闪闪。这个iQOO多的那20分钟是金闪闪啊，是120帧金闪闪啊。一般我们打一把金闪闪，可能35分钟的样子，可能要掉个10的电。说回我这个红米的表现吧，今天它在微信视频上传都是输给了iQOO，但是在输入的文件下载啊，它是直接给iQOO爆杀了。还有就是它的车载导航是要比iQOO表现好一点。至于在那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呢，网络表现呢，他们两个半斤八两，联通是iQOO好一点，电信呢则是红米好一点。游戏表现呢，红米的性能模式表现还不错，但是均衡模式呢，我觉得表现一般般吧。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在输翼双烟草打游戏的那个网非常差，体验很差。开了性能模式之后也没有太大的改善吧，只能说打了3把里面有2把我都是玩的比较难受的。不过它的金闪闪开启性能模式之后，帧率是要比iQOO要好一点。iQOO那个性能模式玩了一会儿就只有60左右了。对，红米虽然也有时候会掉到60或以下啊，但是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会在60帧以上的。红米还有一个领先的点就是它的亮度啊，今天整个一天的亮度我是比较满意的。很明显它的最高亮度是要比iQOO要好很多的。我亮度条没有拉满的时候，都比它亮度条拉满的时候还要亮了。而且今天还没什么太阳，等到时候太阳一大，我觉得你反而会露馅啊。今年肯定没戏了，好吧？今年都2块了是吧？但是啊，在那个户外的5分钟刷微博啊，这个红米的可能是温控嘛，它的表现是不如iQOO的。但是我们今天那个刷微博也没有很明显的阳光直射啊。这台 K80至尊呢，就是它亮度的阈值是拉得很高的，它在我们日常的那种使用下，它是会把亮度提到一个看着比较爽的这么一个地步啊。
但是 iQOO 呢，即使拉满了，那个亮度都不太行啊。iQOO 就是它的亮度上限不是很高，还有一点就是它一发热还是各种什么游戏就不能开了。那天在家里下软件的时候，它机身也是特别烫，然后我想试职业模式能不能开，就是还是跟之前一样。哦，职业模式也开不了啊。对啊，就是它的温控还和之前差不多。那今年还有一个槽点就是高德地图的车载导航在隧道里面的时候也是快进了一大截。再有就是它的微信视频通话前置的视角确实是太窄了，太窄了啊，就整个一个大头。其他的话，我觉得 iQOO 今天表现还可以，尤其是它的高德地图，它不像小米那样出现那么严重虚空行走的问题。你这个虚空行走真的太严重了。iQOO 我们在这里停了2次比较长的时间，它2次都重新规划了，规划路线还是比较厉害的，非常非常好。对对对，iQOO 这一点倒是没得黑啊。其实蓝厂的机器在我们这儿几乎它的步行导航没有很差的机器啊。它的扫码速度也比红米快，均衡模式的游戏表现也比它好，在11超线槽里面也没有出现460的情况，帧率也是挺稳的，而且你不用开性能模式，好像都能稳住120吧。对啊，它今天一整轮表现就还不错，挺好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仅限今天这个天气啊，今天这个天气可能是我们最近最凉快的一天了，最高也就是29度啊。7小时25分钟，确实是我们目前测出续航最好的手机了。其实有续航比它好的，只是负载根本就拉不到这么高的。至于2台手机的拍照和录像，就交给大师来说吧。K80至尊它的后置的录像规格是要比 iQOO 要高的，它最高可以到8K 啊，iQOO是4K 60帧，前置也是。红米这一台最高可以到1080p 60，但iQOO这一台只能到1080p 30啊。而且整体的拍照体验上，我是觉得红米的会好一点的。首先它亮度会更持久一点，再来就是它的取景框啊会显得自然一点，包括清晰度也是比iQOO这边高一点的。蓝厂其实最近的机器它的取景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我觉得 OPPO、小米甚至华为的取景框都比它要清楚，而且要流畅一点。目前这两台手机差价应该是在200-300左右，是吧？但是我还是会觉得红米会好一点，因为它周边配置其实要强一点啊，还有金属边框啊，还有超声波指纹，包括像扬声器甚至马达，可能也要比 iQOO 好一点。iQOO 如果你比较偏重于游戏的话，你可以选择，因为它电池很大，而且它性能释放也挺激进的。扬声器这个部分呢，其实今天拉到一半音量的时候，是iQOO的声音会大一点啊，但是音质呢还是红米的会好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确实想吐槽的，就是iQOO这个外观到底要用多久呢？就是我真的已经看得非常腻了。差不多吧，它起码不丑吧。好吧，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